天齐京城，晋阳初春。让！哎呦，快点让开！盛长哥，你个畜生，给我站住！看我今天不剥了你的皮！老头，是裴森没有用，抢花魁打不过我，还去找家长告状，真是小人！小娘子，你的眼睛真亮，闪得我心动。哎呦，老婆婆，你依旧风韵犹存哦，年轻时一定是个大美人。嘿，小妹妹，好好长大，等着哥哥我去找你哦。小子，今天你就等着皮开肉绽吧。今天早上又有人抱着孩子上门认亲，看我不打断你的腿！爷爷，我有没有种，你不清楚吗？他那是诬赖。这是什么情况？你呀，外地来的，京城谁人不知？纨绔世子满城撩妹，圣老国公满城抓人，时间长了就知道了。这是日日上演的好戏。这只盛世子还没碰上景世子，要是碰上了，那才是京城1等1的好戏。京城的白月光对上京城的沟渠水，精彩啊！哎，看城楼上是不是景世子站在上面？想想景世子那张脸，妥妥的京城女子心中魂牵梦绕却不能亵渎的白月光啊！看，盛长哥上城墙了！哎，盛世子，你不要玷污我们的白月光！景美人，你是在等我吗？好想摸一摸这张脸，看看是不是如玉的触感呀！而盛长哥也真的伸出手，只见寒光一闪，哎，听风，你这就不可爱了。景世子长着一张人神共愤的脸，居然敢出来给人看，你就能摸，是不是景世子？嘿嘿，这叫造福众人，沾沾仙气。今天一定要摸到景庭。哎呦，景庭，你知不知道怜香惜玉4个字怎么写？你这样会孤独终老，知道吗？就你是什么香什么玉，值得我家世子看你一眼？哈哈，你们都不知道本世子女扮男装，不仅是香，也是玉。哼哼，总有一天要亮瞎他的狗眼。盛世子，此生还有没有可能成功摸到景世子？此生，本世子定当摸到景庭，给他摸破皮。走。哎，景庭，别跑啊！让本世子摸摸，你不吃亏的。本世子让你摸回来，摸个够。却在这个时候，只见一支长剑穿透自己的胸膛。这次来真的。盛长哥绝望地翻过城墙，往下坠落。奶奶的，今日要命丧于此，不知道摔成一滩泥丑不丑。哥儿！景庭的马车正缓缓出城。哎，没有摔死。他微微睁眼，树木竟然是景庭的脸，他就想抬手去摸景庭的脸，可是抬不起来。千载难逢的机会，竟然这么掉链子吗？看到盛长哥，就想到盛长哥如魔音穿耳的那些话。哈哈，景庭是文弱书生，手无缚鸡之力，切，百无一用是书生。呵呵，这般男子，纵然床榻之上，也只能辜负女人，不如从了本世子。景世子，谢谢你救了长哥。哎，白月光，让我摸一下。脏，难闻。听风，接住，带给盛国公。景庭，记住，我喜欢你。想摸景世子，好难。直接撞入了对面驶来的马车，里面的东西散落了一地。盛长哥滚到一边的沟里，人事不知。这场面莫名刺激是怎么回事啊？男子瞪大眼睛，不忍错过分毫。女子捂住眼睛尖叫，却从指缝里偷看。还不过来！太子殿下，属下知错了。太子殿下，蠢货！是人头，是人头！杀人了，杀人了！报官！那个头颅咕噜噜的往前滚，直接跳进了盛长哥的怀里。那不是飞将军孟长云吗？孟长云，
怎么可能啊？飞将军在南边和西岳开战，守护咱们天齐怎么会死？怎么会被割了头颅？飞将军可是咱们天齐的战神，带着孟家军战无不胜，怎么可能死去？你定然是看错了。太子带着飞将军的头颅和女子在马车里欢好，这是什么诡异趣味？最重要的是，飞将军怎么了？还不收起来？他也害怕好吗？小姐，小姐，你怎么了？你不是去战场了吗？昨日传回来的消息是打了胜仗，西岳已经臣服，不是就来朝贡。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呀？真的是孟长云？怎么可以是孟长云？镇远侯府孟家一门忠烈，孟家男儿尽数战死沙场，包括孟长云的母亲。孟长云是镇远侯府最后一滴血脉，飞将军的名号传遍天下，世人皆知孟长云是天齐战神，有他在，孟家军在，天齐无忧。殿下，请给我们一个解释。殿下，请给我们说说怎么回事啊？殿下，给我们说说小将军是怎么出事的，我等为小将军报仇。殿下，小将军为何身死？漠北一的嘴动了一下，似乎不知道说什么。万岁看景亭比看他都亲切，这样一个人，他不能轻慢待之。殿下，京城的百姓，天下的百姓都在等一个说法。盛长歌手动了一下，然后慢慢睁开眼，耳畔却是听到孟长云清清楚楚地说道：盛长歌，我给你我所有的记忆，你给我们的父辈报仇，给我报仇。这天齐是我们父辈用性命守护的天齐，不是穆家的天齐。孟长云贪功冒进，不听劝告，独领一队人马追击溃军，不幸中了埋伏，不敌身死。昨日陛下案牍上的奏折写的是孟将军带兵打了胜仗，全灭敌寇，西岳国主求和，愿意献上城池2座，丝毫没有提及小将军身死的事情。孟将军是带兵打了胜仗，但是小将军的的确确是贪功冒进身死。孟将军，小将军，孟将军是我。据我所知，你是孟家庶出2房的孙女，孟长云手下的副将。孟长云多次不听号令，所以本宫决定让孟云兴任主帅。难道景世子要质疑本宫的决定？哼，不敢。谁说孟长云贪功冒进？盛长歌，孟家一门尽数为天齐战死，以身殉国。殿下说这是贪功冒进吗？与鲜卑虎城一战，镇远侯死的时候，身上128支长剑，虽死不愿倒下，守住了天齐北方城池。他是贪功冒进吗？孟长臣枪挑300敌军，死于龙城一战，却守住了天齐西南边防，换取西南边防至少10年安稳。他是贪功冒进吗？你孟家小儿10岁而已，建平一战宁死不屈，他贪功冒进吗？镇远侯夫人在夫君儿子身死之后，带着年仅12岁的孟长云上战场，完成丈夫儿子没有完成的报国大业，只身诱敌，天齐大胜，他被敌人生弹，死无全尸，葬无尸骨，他贪功冒进了吗？孟长云亲历一门惨死，12岁独自领军，大小战役78次，战无不胜，次次身先士卒，数次九死一生，浑身没有一处完好的皮肤，伤疤落着伤疤，他贪功冒进。穆北义说不出话来。守护天齐是陛下的信任，是孟家的使命。孟家用一门性命告诉天下，孟家不要功劳，孟家要的是天齐长安，是百姓长安。这样的孟家贪功冒进，你信吗？京城的百姓信吗？天齐的百姓信吗？请殿下告诉盛长歌，告诉景世子，告诉京城的百姓，告诉天下的百姓，孟长云贪功冒进吗？他要贪什么功？
请殿下告诉京城的百姓，告诉天齐的百姓，孟长云的身体呢？请殿下告诉天下，是谁割了孟长云的头颅？我盛长歌虽然是个废物，但是也愿意为了我天齐的小将军上战场，亲取敌人首级，以祭埋古战场的兄弟姐妹忠魂。盛长歌，你……盛长歌，你不要胡言乱语。殿下是太子，是监军，怎么会说谎？请殿下给我们一个说法。给我们一个说法。穷寇莫追，这是谁都懂的道理。孟长云不听将令，非要追击敌寇，虽然全歼敌人，但是也被人杀死，怪谁？孟小姐的意思是，小将军是战死。自然是战死。穆北义瞪了还要说话的孟云星一眼。本宫一时摔迷糊了，说错了话。既然是战死，小将军尸身呢？尸身被刺烂了，只剩头颅。盛长歌突然就嘲讽地笑了。陛下宣太子进宫。盛世子，容本宫带小将军进宫。盛长歌塞进景亭的怀里。盛国公府盛长歌恭迎小将军得胜归来。天齐京城百姓恭迎小将军得胜归来。镇西将军府恭迎小将军得胜归来。大长公主府恭迎小将军得胜归来。景亭抱着孟长云人头大步向前，人群不由得就跟了上去。狼烟起，江山北望，龙骑卷马，长嘶剑气如霜。心似长河水茫茫，天齐军纵横间，谁能相抗？这是天齐的军歌，准确的来说是孟家军的军歌。跟着太子的侍卫队终于赶了上来。横与狂，长刀所向，多少手足忠魂埋骨他乡。河西百死保家国，人叹息更无语，血泪满眶。此时越来越多人跟在景亭没有车厢的马车后面，跟在孟长云的后面，唱着悲壮的军歌，一路向皇宫行进。孟家的人，孟家的死，孟家的忠诚，在这一刻彻底地烙印在京城百姓的心里，没有人可以轻易地磨灭掉。孟长云，你看，孟家，我盛长歌护住了。歌儿，国公爷，世子说请你背他进宫，有人要杀他。盛世子对孟家有大恩，待奴婢来日再谢。请世子给本王吧。庆王穆北冥拦在景亭的面前，景亭抬头扫了他一眼。请世子，孟长云是本王的未婚妻子，理应由本王带着她回家。他捧着孟长云的人头绕过穆北冥，径直跨进宫门。景亭，可是前面的景亭根本就没有回头。穆北冥背对众人呼呜地哭了起来。庆王和小将军青梅竹马，果然是间谍情深。唉，可惜了。王爷，请你一定要查出来小将军的死因。王爷，一定要给小将军报仇呀！给小将军报仇，给小将军报仇！我穆北冥定然不负孟长云，定然为孟长云报仇。霆锋，用马车去接盛长歌，把浮生丸给他吃一个。世子爷，就当是回报他刚刚的一番话。看看你做的好事！一本奏折就砸在穆北义的头上。儿臣知错。你自请去监军，你就这样监军的？朕的小将军就这样身死了？儿臣知错。你知错？你知错能够还朕一个孟长云吗？你知错能够替朕震慑四方，护我疆土吗？给朕把这个逆子押入天牢。孟长云的事情不查清楚，他就别想出来。父皇万岁，容老臣说两句。裴国公从人群里走出来，穆刚没有说话。战场本来就是刀剑无眼，殿下不懂军事，还请人去找军情记录比较好，也请殿下详细说说究竟是怎么回事。万岁，战场刀剑无眼，孟长云一介女子，总有不敌的时候。孟家为万岁尽忠是本分，怨不得殿下。孟启跪下说道：你说，本来这场战役在孟将军的指挥下
已经胜利了，西岳太子也来弹劾，可是孟尝云一定要追击一股溃败之军，究竟发生了什么，无人知道。等到儿臣和孟将军带着援军赶到的时候，正好看到溃军首领的刀割下了孟尝云的头颅，而孟尝云的长剑也刺穿了他的胸膛，整个山谷无一活口。那就是战死沙场。即使如此，你好生上奏，好生带着孟尝云回来就是了。城门口又是为了什么？父皇，儿臣不明白。恒王穆北庭站出来，据儿臣所知，这孟尝云就是孟将军，是父皇亲封的飞将军，人称小将军。怎么听着殿下口中孟将军另有其人，既然是为国捐躯，小将军的尸身呢？回父皇，孟尝云一意孤行，多次不听儿臣和他人意见，所以儿臣让他的副将孟云兴当了主帅。裴国公不敢置信地看着穆北义这个蠢货。太子殿下好大的魄力！对于战争，是你熟悉还是孟尝云熟悉？孟尝云战无不胜，目前为止是天齐的神话，你要他听你的？你有几次胜绩啊？朕记得朕说过，你虽为监军，不过是为了表达皇家对战争必胜的决心，是去给孟尝云镇场子，而不是拆台的。朕是不是说过，军事上听孟尝云的？父皇，如果敌国因为突然死了主将来犯，你可有退敌良策？看来你是不想做这个太子了。万岁！裴国公顿时跪了下来，一朝的大臣都跪了下来。储君国之根本呀！是国之根本还是国之蛀虫？你最好说的是实话。来人！警世子到，孟小将军到。只见一身玄衣的景亭捧着孟尝云的人头走来，他微微有些踉跄地走到景亭面前。常云，朕对不住你。陛下，臣代小将军给陛下行礼。起来，你来告诉朕，西城门究竟是发生了什么？臣遵旨。景亭站着，只是声音平静，冷淡地把对话和整个事件说出来。当听到盛长歌的几连问的时候，盛长歌，盛长歌，好啊，好啊！一个被人称为纨绔的盛长歌都懂得道理，你一个太子不懂吗？木刚一脚踢过去，孟家可以垮，孟家军的精神不能垮，否则天齐危矣。万岁，小将军回来了，让人准备棺椁，通知老太君吧。裴国公立刻说道，试图转移话题。太子是他的外孙，他必须保住他。棺椁？太子殿下，小将军的尸身呢？被刺烂了。刺烂了，那就是还在，你竟然没有带回来。说到底，小将军不过是一个14岁的孩子，你想要他身后就只剩下头颅吗？锦世子，我家也有小女，断然不忍小将军这般去了。锦世子，我官袍给小将军铺上。木刚的眉心跳了一下，目光沉沉，没有说话。还有我们，请锦世子先安放小将军。景亭郑重地把孟尝云的头颅放在上面。军情记录在哪里？在孟将军那里。宣孟云行。臣拜见陛下，陛下万岁，万万岁。臣有资格以女子之身站在朝堂上自称为臣的只有孟尝云。军情记录呢？回万岁，丢了。义军主帅丢了军情记录，听说城门口可是香艳刺激的很。不如孟将军说说，战争都发生在哪里？发生了几次？都是什么情况？主帅伤亡几何？士兵伤亡几何？损耗多少？战局目前情况如何？敌人所剩兵力如何？孟云兴张了张嘴，又看了看一头冷汗的穆北义，说。此时他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回万岁，臣带领将士在长安大小战役18次，无败绩，伤亡。敢问孟大将军，你上战场了吗？杀了几个敌人？臣万岁，小女未曾见天威，此事为天威震慑，请万岁恕罪。孟琪，你教的好女儿。穆北义，你呢？你知道多少？穆北义一时说不出来。混账！万岁息怒。裴国公说说，朕如何息怒？小将军身死是大家都不想看到的，
但是毕竟是大胜而归，不日西岳要来求和，献上城池，不如先让小将军入土为安，然后慢慢追责。来人，先把太子和孟云星打入天牢。景亭，交给你彻查。父皇，圣国公和圣世子到。万岁，快点救命呀！快选陆院士。万岁，陆院士今日休沐，可否请别的御医看看？找柳院判，告诉他朕最受宠爱的圣世子受伤了，赶紧过来好好看看，看不好朕扒了他的皮。圣国公，这是怎么了？哎呦，万岁呀！我盛家就这一根独苗了，虽然阔绰了点儿，可是也没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，怎么就有人容不下他，一定要杀了他呀？有人要杀他？万岁呀！老臣子女俱战死沙场，至于这一滴血脉，偏偏就是有人容不下呀。歌儿说，似乎有人要找他要什么牌子。那时带着柳院判匆匆赶来，把盛长歌抬入后殿就职。圣国公，你说什么牌子？谁要的？老臣不知，但是万岁，老臣把丹书铁券带过来了，请万岁收回国公爵位，让老臣带着歌儿回故里安稳此生吧。朕不许！圣国公乃是我天齐肱骨之臣，当年随先皇征战天下，立下汗马功劳。圣国公啊，你不能让朕寒了天下将士的心，这件事定当严查。万岁，您就应了老臣吧，老臣再也不想白发人送黑发人了。锦衣卫指挥使可在，待柳院判取下长剑，立即严查，务必给朕查出凶手。木刚不接圣国公的话。圣世子醒了。怎么样？回万岁，幸好箭头从心脏旁边擦过，保住一命。不过失血过多，要好好将养一些时日。好，王德，去太医院，只要是对歌儿有利的，都收拾送国公府去。圣国公，你去看看歌儿，把这2个人给朕带下去。父皇，陛下，此关键时刻还是问清楚，如今谁镇守边陲？西岳若是知道小将军不在了，会不会卷土重来？所谓和谈献上城池，会不会是拖延之词？孟将军是不是带回了孟家军，还是留着孟家军镇守边关？或者孟家军悉数战死？孟云星，你说。我不知道。你是孟将军，你不知道谁知道？孟家军肯定听你的呀，难道听太子的？木刚的目光一沉，神情隐隐带了丝丝杀气。陛下，镇远侯府老太君求见。爷爷，歌儿，你好好养伤。爷爷，帮我做2件事，一定要快，不然来不及了。你说，爷爷帮你。盛长歌低低说了2句，找软轿，一会儿抬世子回家。放心，一切有爷爷，你就是要天上的星星，我也给你摘下来。盛长歌笑了笑。老太君。木刚一直迎到了门口，亲自扶着老太君慢慢走到孟长云的人头前，给孟长云理了理凌乱的头发。云儿，歇歇吧，一切都有祖母在，这些年你太累了。孟长云的眼睛果然闭上了。陛下，臣妇有一事相求。老太君请起，是朕对不住你，你有事尽管说，朕一定办了。陛下，孟家一门只剩下臣妇一人了，今日臣妇献上孟家朱雀令牌，由陛下号令孟家军为国尽力。老太君，不可！孟家一门为国尽忠，朕铭记于心，就让这孟家军还守着孟家吧。陛下，老太君是一番诚意，现如今外敌未安，的确是需要一个统领孟家军守护边防。是啊，父皇，如今西岳如何尚未可知，有孟家军在，震慑列国。若无，再没有了孟家的小将军，儿臣怕……穆北庭没有说下去，
请陛下三思。陛下，臣夫已经古稀之年，没有能力领兵。孟家军任孟家人，无孟家人任朱雀令，陛下就收了吧。那好，朕收了。老太君放心，云儿的事情，朕定彻查，一定给你一个交代。那就多谢陛下了。臣妇请求陛下除去镇远侯爵位，让臣妇带着云儿尸骨回故里，让他们一家团聚。伯母，现在这个情况，你要除爵，置陛下于何地？让天下人怎么看陛下？陛下，孟家一门只于臣妇一人，陛下要让臣妇守着偌大的侯府，触景生情嘛。陛下，不如允了老太君吧。允了？让天下人骂陛下吗？老太君，朕不允。云儿的事情，朕定当给你一个交代。你旨，小将军一生为国，追封上嘉公主，镇远侯追封镇国公。父皇，父皇，成何体统？父皇，云儿乃是儿臣的未婚妻，儿臣要娶了云儿，让云儿葬入皇陵，请父皇全了儿臣的一片心吧。老太君，我舍不得云儿呀，舍不得云儿呀！父皇，父皇，你让儿臣去边关吧，你让儿臣去吧，儿臣要给云儿报仇，儿臣去守着边关。此时要去边关镇守，是真的镇守，还是为了那一枚朱雀令？你没有上过战场，经验不足。太子殿下，请告诉臣弟，云儿追的是谁的部下，又是死在谁的手里？这不知。太子殿下可真是心大，不知道小将军追的是谁，为什么追，也不知道死在谁的手里，这背后有何阴谋尚且不知，就以为打了胜仗，所以回来了。若是西岳趁机卷土重来，西岳说了要谈和，献上城池，可有凭证？穆北一沉默，不是他去谈的，凭证他也没找到，所以西岳空口白话你就信了？来人，先给朕打50大板！陛下，这个都是孟尝云去谈的，他留了一手，故意不给殿下，不是殿下的错。一起打！陛下！噼里啪啦的板子声响起。陛下，陛下！怎么回事？长安的人，孟家军的人一路被人追杀，武城兵马司的人遇到送过来的。刘元盘，快！清流，陛下，快点救命！是云儿的贴身侍卫。老太君，小将军死得冤枉，小将军吩咐送回军情记录，防止西岳卷土重来。他命亲卫使人尽数护送军情记录回来，只剩下清流一个了。军情记录在这里，陛下，小将军在长安被人下毒，给小将军伸冤。王德，读。天启62年10月初3，西岳军犯成安西南，太子御守小将军力排众议，待孟家军赶西岳军出成安，于群山中设伏厮杀，歼敌2181人，俘获敌人6000余众。西岳退兵数十里，此战大捷。天启62年10月20日，黎太子楚征带兵，意欲从成安极南渡江北上，此战大捷。天启62年11月初4，成安云中郡小将军排兵布阵后身体不适，太子命孟云兴领兵征战，险胜，伤敌300，自伤500。太子因此命孟云兴担将军之责。天启62年12月7日，天关郡之战，小将军领兵大捷，不损一卒，拿下天关郡被侵之地。战后吐血，军医严中毒，
未查出投毒者。天启63年6月，小将军带兵自沐风郡南下，敌军节节败退，占领临平郡。西越临平郡纳入天启版图。天启63年10月，西越坚守困难，意欲求和，与小将军会面于临平郡，欲割让临平郡，同时赔天关郡以休战。是夜，小股不明势力来犯，入后方劫掠携孟云兴同游沐风郡太子。小将军控制和谈太子楚征，领兵救太子。后太子孟云兴无恙，小将军身死。定是有人谎报军情。穆北义，楚征在谁手里看管？只听京城的天空突然出现巨响，穆刚的脸色黑了，怒气在胸膛里聚集。孟家军散了。1声号令聚集，2声战场杀敌，3声云归四海。孟家军若无认可的首领，从此散去，泯入众人。此时那枚朱雀令再也无用了，只能再等有那么一个认可的人出现，才有可能重聚。报！皇上，长安800里加急，西越太子楚征逃走，领兵卷土重来，已占据临平郡。一口气上不来，直接晕了过去。他明明让人在后面压着楚征来京的。陛下，老臣愿意出征。陛下，臣愿出征。镇西将军云溪站了出来。臣当收回小将军打下的城池，护我天启平安。命镇西将军云溪即刻率军出征，带着朱雀令，带着朕的虎符，所到之处，兵将俱听号令。陛下，和谈的记录立刻拓印一份，给云将军带走。陛下，说。穆刚拿起长剑，仔仔细细地看着。或者裴国公可以给朕解释一下。就把长剑掷了下来，长剑上有裴家的标志。裴国公，哥儿阔绰了些，与你家孙儿裴森也是不睦，但是小孩子打打闹闹的，犯不上要人命吧。盛长歌的目光却是落在了景亭身上，他感觉自己的手开始蠢蠢欲动，想要去摸景亭的脸。刚刚还告白了一番，谁装小没死，此时不是摸的时候，他害羞。陛下明鉴，小儿顽劣，但是没有杀人的胆子。臣去查，一定给盛国公一个交代。那你就去查吧，该怎么做，你应该清楚。哥儿，你有什么要求，尽管说。陛下，哥儿无事，还是先让小将军入土为安吧。陛下，小将军的确是中了毒，是慢性毒药，平日看不出来，日积月累，身子掏空了。具体什么毒，臣看不出来。去旋陆院时，陆天笑带人暗中封了镇远侯府，先查府内有没有。盛长歌就看到跪在地上的孟起，一个哆嗦。镇远侯府里有古怪。王德，你指太子穆北义以武军机，夺太子封号，打入天牢候审。孟云兴打入天牢，不准任何人探视，经庭监管，着刑部、督察院、大理寺3司会审，务必给朕弄明白原委。陛下，不可呀！陛下，太子是国之储君，如此会动了国之根本。请陛下收回成命。穆刚只是沉沉地看着众人，不发一言。陛下，请陛下饶了叶儿吧。陛下，皇后裴飞雪气喘吁吁跑过来，直接就晕了过去。送皇后回坤宁宫，宣御医瞧瞧，身子不好，需要静养，就不要让人打扰了。陆院士终于匆匆赶来，一边擦着满头的汗，一边给孟长云检查。陛下，这毒来自南楚，名叫凤隐，对女子最管用。短期则女子不能受孕，长期则五脏衰竭而死。南楚也搅和进来了。陛下，长安百姓找到小将军尸身，并且送回来了，人已经到了城门口。随朕一起去迎小将军。
陛下，不可呀！如今多事之秋，陛下还是以国事为重。渊儿为国捐躯，是他作为军人的本分。父皇，儿前去，我等送小将军的头颅前去。皇宫外人声鼎沸，接近午时，沿途的侍卫齐刷刷的单膝跪地，午门里才走出来一群人，一群穿着雪白中衣的武将。午门的中门不是只有帝王可以通行吗？送小将军回府，送小将军回府。狼烟起，江山北望，龙骑骏马长嘶，剑气如霜。心似长河水茫茫，天齐军纵横间，谁能相抗？长刀所向，多少手足忠魂埋骨他乡。何其百死保家国，任叹息更无语，血泪满眶。马蹄南去，人北望，人北望，青草广成飞扬。盛长歌躺在软轿上，不知道是伤口还是心脏撕裂一般的疼。他第一次体会到这种彻骨的悲愤和痛苦。不能哭，不能哭，现在不是哭的时候。孟长云的大仇未报，幕后黑手还没有揪出来，眼泪是最没用的东西。他是永远笑着的盛长歌，不能哭。他缓缓地伸出手，大片大片的雪花落在他的手上。恍惚间，他被孟长云带到了战场上。营帐里，谈判桌前，楚征慵懒地坐在孟长云的对面。小将军，既然本太子只身来谈判，自然是带了诚意的。临平郡和关天郡，西越让了，此战到此为止。哼，你猜本将军想不想停止？小将军自然有能力征讨天下，不过你们皇上会不会拖后腿就不知道了。什么意思？小将军沙场无敌，竟然如此天真吗？你以为你父母兄长的死只是战死沙场？你，小将军，太子出事了，把楚太子带下去好好招待，等本将军回来再谈。孟长云，不要去！本将军回来同你谈。阴沉沉的夜里，一片漆黑，一队骑兵在暗夜里行进。孟长云看着不远处的高山，停住了前进的步伐。何人所为？在何处？估计是小股溃军，太子携孟云星同游，走得有点偏了。前去探查情况，你带人就地埋伏，等候信号。小将军，不可！无妨，听命令。同时，在青柳的手心里写下几个字。夜色里，孟长云一人一马消失在了黑暗里。穆北翼和孟云星就被绑在一棵大树上，周围竟然没有一个人。等一下，我救你们出去。哼，孟长云，你终于来了。你什么意思？孟云星拍了拍手，周围呼啦啦的围过来一群人。孟长云，把朱雀令交出来吧，或者你亲自命令把孟家军叫过来也行。你要朱雀令？呵呵，你以为这几个人能奈我何？呵呵，孟长云，你真的是蠢呀！难道没有感觉头晕目眩、四肢无力吗？此时他真的感觉到阵阵眩晕袭来，手里的长枪似乎有点握不住，一声长啸呼唤他的亲卫前来。哼，不死心呐！孟云星上前一把夺过孟长云的长枪，你只要交出朱雀令或者是孟家军，姐姐我可以和太子说说，饶你一命。太子也是这个意思。孟长云，令牌呢？本殿下是太子，你是为我穆家效忠的将军，有私兵是何道理？陛下也是这个意思。穆北翼一噎，没有回答。大战出胜，主帅没了，你猜会有什么后果？听你胡说！西岳已经上国书投降，如今楚征在我们的手里，我在就等于孟家军在，西岳没有那个胆子。
你们抓了楚征。你终于聪明了一回，识趣的就说吧，说不定你能死得舒服一点。毕竟你的家人可是都在地下等着呢，不好让他们等太久，知道吗？你猜谁对你下的药？孟长云用力咬了自己的舌头，让他终于有了片刻的清醒。他飞速抽出匕首，抓住孟云星的头发，匕首就架在了孟云星的脖子上。我孟长云征战沙场，别人都讨我冷血无情，唯独对你不同，因为你是家人。孟云星，你要做什么？孟长云，你最好放了我。放了星儿，太嚣张了。不要过来，你以为我真的中了迷药？穆北翼一愣，如果他没有中药，那他还有活路吗？将军，人群之外突然传来青玉的声音。孟长云拽着孟云星步步后退。青玉，带人拿下这里的所有人，带回营帐。好的，将军。青玉一边说着，一边飞奔过来，一股寒凉的痛意在他的四肢百骸蔓延开来。青玉一击即中，立刻后退，转眼就消失在黑暗的丛林里，而他的身后再无其他的亲卫。好，真好，这一幕当真是精彩万分啊！孟长云扶着树木站立，疼痛让他清醒，他要站着死，绝对不要躺在他们的脚下。令牌呢？孟长云不答，他就抓过一把匕首，狠狠地刺入孟长云的身体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孟家军名震天下，谁不想要？太子有了孟家军，手里就有了一把利剑，何愁其他人觊觎皇位？孟家一门只有你孟长云一家风光，我父亲至今不过是四品小官。如果有了孟家军，你猜镇远侯府的爵位应该是谁的？你爷爷是我爷爷的庶出兄弟，早已经分家，何况孟家的爵位是我的父母兄长用性命换来的，如何能够给你们？所以啊，哼，孟家一个一个的死绝了，就只能是我们袭爵了，不是吗？你确定？自然确定。一国储君的承诺，你说确定吗？孟长云不语。你以为你的父母兄长只是战死吗？孟长云，你好蠢！你如果平庸一点儿，或许还能留下你一条性命。可惜呀，你太强大了，你的强大让太子黯然无光。孟家军的强大如同皇帝床榻之侧的猛虎，让皇上寝食难安。他需要孟家军效力，但是也要孟家军听话。你们的军功不过是功高震主，你们的每一场胜仗都是一根深深扎下去的刺。谁让天下只知道孟家军，只知道孟家，却不提天齐是穆家的天下呢？你以为你父亲身上的刀剑，你兄长身上的刀枪，你母亲被生蛋，没有人推波助澜？可惜呀，你的家人都死完了，你还如此拼命，实打实的蠢货！你胡说！哼，胡说！你以为你的毒是从哪里来的？你以为今天没有人默许太子敢在大圣之日取你性命？呵呵，你以为为何我是孟将军？今日你死了，就是贪功冒进，私自追赶溃败之君，孟家的荣光终将暗淡下来，终将被人忘记。你们不想要孟家军了？你死了，孟家军自然会有归属，有没有令牌又如何？他们敢私自叛逃吗？哼，想想他们的一家老小，是吗？不要笑，不要笑了，你应该哭。将军，青柳带着几个人出现在不远处。青柳听令，立刻离开。将军，走啊！杀了，不留活口。营卫，追上去！将军，青柳会来陪你。言罢，带着几个人转身就走。穆北翼，你猜你会不会得偿所愿？即便没有今日，他的身体也已经是强弩之末，凤印掏空了他的身子。孟长云，杀了他！杀了他！士兵们的刀枪尽数刺入孟长云的身体。咱们京城见，不死不休。你去死！孟云星拎起一把大刀，直接砍向孟长云的脖子。所有一切都是我的！
穆北义终于静默下来，他看着孟长云被砍下的头颅，身子依旧站得笔直。因为瞬息之间，士兵尽数身死，浓郁的鲜血味道在空中弥漫。忠君爱国是孟家的信条，孟长云至死方信。原来赔上性命守护天齐，天齐的君主未必领情。明白还是太晚，还是不够强大，不能护住自己的家人。月儿呀，叔叔来看你了！一声哭喊传来，盛长歌瞬间清醒。孟长云总是想要让他看到更多的东西，知道更多的东西。盛长歌抬头看着人群后，孟琪掩面哭着，匆匆走进镇远侯府。镇远侯府好东西多，想要总要有命拿才是。爷爷，回去吧。孟家军散去的烟火号令，何人所为？不知。众人都被吸引到了皇宫门口，等到咱们的人赶到的时候，已经是人去楼空了。但是圣国公府长史在那之前出宫了，说是给盛长歌找软教。圣国公府吗？传递消息的人还是找不到吗？孟长云身死的消息是有人专门送来的。孟长云身死，投在太子车中。没有消息，小乞丐不会说话，他比划说黑暗里听到有人让他送信，并且给了银子，所以他才去的。这是完美的布局，情势所逼，太子不废也要圈禁。目标是太子，还是搅乱天齐这池水？请王殿下请节哀。景庭的眸子沉了一下。穆北明被侍卫搀扶着往镇远侯府的方向去。刚刚那么多人跟着的时候不去，偏偏迎着散去的人群去镇远侯府。请王殿下节哀呀！本王一定要给小将军报仇，他死得太惨了。有亲王殿下如此深情，小将军好服气。庆王殿下果然情深。唉，可惜了一对佳偶呀。有意思。去城门口。城门下大雪中，除了守城的士兵，已经没有什么人出来了。景庭坐了一会儿，就听到哒哒的马蹄声传来。云将军，景庭备了一杯薄酒，给将军送行。而景庭和云溪在马车里坐了好一会儿，无人知道他们究竟说了什么。歌儿，难道你就没有什么要和爷爷说的吗？就知道瞒不过你这老头。孟长云的头颅曾经滚到我的怀里，那个时候我是昏迷的，所以醒来就有了孟长云所有的记忆。所以你让我做的事情是他要做的。是的。盛长歌犹豫了一下，把穆北义和孟云星害死孟长云的事情说了。爷爷，狡兔死，走狗烹，飞鸟尽，良弓藏，是真的吗？镇远侯孟家一门其实不仅仅是战死。盛国公深深地看着盛长歌，别开视线，却是什么都没有说。所以我的父兄其实也不仅仅是战死。歌儿你，我知道你怀疑什么，我是盛长歌，只是看到孟长云的一生，似乎就看到我的一生。我从来不是笨蛋，密旨让我女扮男装，承袭世子之位，是有所图，并不是为了给盛家保留血脉，不是吗？女扮男装的盛世子更好控制，不是吗？随时都可以用假扮的罪名处死我。爷爷，我一直很清楚自己处在什么样的地位，需要做什么。盛国公沉默，似乎在竭力地隐忍什么。如果孟家功高盖主，为皇上所不容，盛家当年应该也是如此。盛国公有从龙之功，当年的盛家比孟家更胜一筹。即便后来盛国公交了兵权，散了盛家军，他的父母兄长不是依旧惨死？歌儿，你应该好好休息，以前什么样，现在还是什么样子，不要想太多。盛国公叹口气站起来，显然不想在这个问题上谈更多。爷爷，孟长云死的时候，身体已经被凤隐掏空了，即便不被杀，他也活不了多久。孟长云能中毒，我呢？你不会？爷爷怎么就那么笃定？我14岁了，快要及笄了，但是没有癸水，身子和男孩子一样的平坦。你真的以为没有问题吗？看到盛国公的身子晃了一下，盛长歌接着悠悠说道：爷爷，你什么都能瞒着我，就能保护得了我吗？孟家没了，盛家呢？爷爷以为今日的长剑为何会穿透我的胸膛？真的是巧合吗？
盛国公对着空气说道：“思明，去请司宴。”空气里似乎有什么波动，然后很快归于静寂。他仔仔细细地看着盛长歌，似乎今天的盛长歌和以往任何时候都不一样。世子哥哥，我给你送好吃的来啦！一边走一边叮咛：“小心点，不要洒了，捂住，不要冷了。”玉树小姐，国公爷在。爷爷在呀，那就更好了。我煮了粥，做了点心，热乎乎的来上一口，定然舒服。长史就是太客气了，叫小姐就好了，不然舒儿也行。玉书小姐实在是太见外了，让玉书好伤心啊。小姐，国公府的小姐是谁都能当的吗？不想看见她，头疼。爷爷，我听说世子哥哥受伤了，给煮了软糯的粥，做了清淡的小菜和点心。嘿嘿，不错，还是玉书最乖，最疼世子哥哥。来来来，盛上，我也沾沾光。爷爷，你要相信玉书很厉害，将来会成为一代名厨，你说是不是？咱们家的小美女人见人爱，花见花开，能吃到小美女亲手做的美食，不知道羡煞多少京城男儿。哥哥，你取笑我，叙述不一。爷爷，舒儿，哥哥和你开玩笑呢，哪里就舍得取笑你？你可是咱们家的宝贝。是盛玉书的父亲盛战，他的身边站着的笑盈盈的是盛玉书的母亲白氏。哥儿可是好些了，听说你受伤了，可是把叔母吓坏了。叔母没事的，我这个人命大，阎王爷都不愿意要。这孩子说什么阎王爷多不吉利，你是咱们国公府的希望，断然不能出事。听话，以后少往外跑，和你青儿哥哥一起去国子监吧。啊，我哪有玉清哥哥才学逼人？国子监不是把我赶出来了吗？我不开提那壶是好心。哥儿只要收收心也是可以的，不然让你青儿哥哥去找沈祭酒求求情。盛长哥低头把玩着手指，没有接话。就盛玉清，伯父，今日在大殿之上，竟听说哥儿在城门口说了些话，你感觉有不妥？白石立刻拉着盛玉书出去，一边热切地说：“哥儿需要什么，想吃什么，尽管去说，叔母都叮嘱过了。”盛长哥扑哧一声笑了，这理所当然当家做主的底气从何而来呢？太子做的未必不是殿下想要做的，如今哥儿帮着孟家说话，侄儿怕陛下心里有刺。伯父，侄儿就是这么想。今日孟家出事，伯父有处决，估计也会让陛下不悦。盛长哥后知后觉地想起盛国公带过去的丹书铁券，孟家老太君带去的朱雀令和封侯圣旨并没有随着他们回来，也没有发现盛战什么时候离开。哥儿你怎么看？说不说四爷早就有了。老头，你怎么不吃啊？闻着很香，那可是你最疼爱的小孙女做的。滚！以后你怎么想？孟家军去哪儿了？孟家军，孟长云得知自己中毒命不久矣的时候，已经做了安排。朱雀令没用了，想要启用孟家军，有其他的方式，但是现在孟家军里有奸细，不宜启用。你要给孟长云报仇吗？既然白得人家的一生学识，自然是要报仇的。不过老头，我的随从不行，你要给我2个人。窗户悄无声息地打开了，一个中年女子站在屋子里。国公大人。盛国公指了指盛长哥，坐在床边，拉过盛长哥的手，静静地把脉。中毒了，奉饮，不过不太久，所以看不太出来。如果继续下去，明年这个时候他估计会死。盛国公的脸色黑沉沉的一片。嗨，老头不怕，趁着刚刚中毒不久，查查从哪里来的，吃点解药就是了。从今天起，你闭门休养。嘿嘿，2个人。司宴。司宴重新查看了一番，将军，似乎是浮生丸。浮生丸？浮生丸据说是天下神药，有起死回生之效，据说世间仅存2颗。既然是浮生丸，为何？浮生丸可起死回生，世子这般，应该是浮生丸逼出了世子身上的凤眼。委员，据训斥下人严禁外传世子重伤吐血昏迷的事情，把屋子里院子里他能接触的东西都查一查。过了一会儿，司宴就端着一些还没有来得及洗刷的碗筷回来。这些有问题。正是魏源刚刚端出去的。夜色深深，屋顶上
2道黑影如鬼魅一般闪过，径直奔着镇远侯府的方向去了。镇远侯府里几道身影悄无声息往荣华居的方向而去。荣华居里寂静无声。老太君，您也要保重身体呀，歇一会儿吧。是啊，老太君，小姐最担心的就是您，您不能让她不安心。忠君爱国，忠君爱国。啪嗒一声，什么声音？奴婢去看看。只是往前走了几步，就感觉脖子一凉。这丫头怎么这么久？福儿去前院找人，可是没有跑几步，就被一支长剑射穿了喉咙。2个身穿白衣的人出现在屋子里。呵呵，这就等不及了。小心翼翼的一步一步缓慢向前。呵呵，看来是什么都不想要了。这偌大的镇远侯府，总有东西是想要的吧？冰冷的白绫套上脖子，身子猛然下坠，只听破空之声传来。2个白衣人的身上各自被什么打中，想要往外逃，却是被外面的人直接打晕。一道小巧的身影就往里面跑，抱住了老太君的双腿往上举。与此同时，只见一道黑影闪过，老太君就被人抱了下来。你如何在这里？自己的手又开始痒痒，不由自主的就想要去摸摸对面站着的男人。你不也在这里？你来的我就来不得。就朝着景亭走过去。盛长哥对自己的身体无语，心里默念：你不会想接触景亭的，你现在不感觉景亭危险吗？他真的走到景亭的面前，一双手已经抬了起来，精准地奔着景亭的脸上去。你想死吗？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。若是给我摸一摸，随你杀。景亭冷哼一声，从窗户飞出去。他身后，听风拎着2个人就走。喂，那是我的！找人盯着盛长歌。世子，带着盛长歌来的2个人都是高手，和你比如何？在我等之上。如果是盛长歌吩咐阻拦，我们带不走这2个人，顶多能带走1个。想尽一切办法弄1个人盯着盛长歌，不管是什么方式，哪怕是你扮女人上。世子如果出马，美人计就够了。公子何必趟这趟浑水？大仇未报，老太君就想这样走了。盛世子，你……老太君，你若不好好活着，如何看到孟长云沉冤昭雪？唉，我一个老妪能做什么？老太君，嬷嬷和你说了吗？我被刺杀昏迷的时候，小将军的人头滚到了我的怀里。还要多谢盛世子对孟家的维护。长歌昏迷的时候见到了小将军，并且说了好一会儿话。盛世子，云儿说了什么？盛长歌把孟长云遭遇的事情说了一遍。云儿该有多绝望，多疼啊，多疼啊！他自小就疼的人，竟然是会咬人的毒蛇。老太君，今日你死了，谁得利？我明白了，这个关键时刻我死了，总要有人为我和云儿收敛尸骨。那个收敛的人，要么图的是镇远侯府的爵位，要么图的是孟家军的认同。既然老太君想明白了，就加强自己的防卫。长歌知道镇远侯府还有人的，你总要清除干净了，等以后。盛长歌说到这里停了下来。世子无人。盛长歌微微勾起唇角，凑近老太君的耳边低低说了几句话。你说的是真的，是真的吗？老太君放心，长歌不敢骗您，老太君好好养着，长歌会再来看您的，外面的您就自己料理吧。世子一番话，老身记下了，这份恩情老身也记下了。老太君，长歌当不得这个恩情，不过是同病相怜罢了。若是老太君不嫌弃，也把长歌当做孙儿吧。好，歌儿，你就是老身的孙儿。老太君，锦衣卫指挥使陆天啸来了。盛长歌点了点头，就被人从窗户带了出去。陆天啸进来的时候，就看到镇远侯府的老太君脖子上还有红红的勒痕。老太君，奴婢要是再晚一步就见不到你了呀！老太君，这是……有人要杀老太君，奴婢来的时候，老太君已经被挂在白绫上了。
福儿、陆儿被拖走了。老太君，请安心。陆天笑命令2个人守着荣华居，一边带人搜捕整个镇远侯府，去禀报皇上这里发生的事情。小将军刚刚去世，群情激愤之时，如果老太君出事了，无论是自杀还是他杀，这个事情最后都会落在皇家的身上。大人，找到了。荣华居之外的一片小花园里，就躺着一个丫头，另一个丫头趴在地上，胸口被长箭射穿。大人，孟二爷去了荣华居。孟二爷，陆天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。孟启，为何称为二爷？当年孟启的父亲与老镇远侯本是兄弟，不过孟启的父亲是庶出，那时候镇远侯府还没有爵位，所以成亲后早就分家另住。后来老侯爷上了战场，立下军功，封了侯爷，这个庶出的兄弟就跟着过来了，一直没有搬离。再后来孟启长大，不让人叫大爷，说是侯府大哥才是唯一的大爷，他只配叫二爷，二爷就是这么来的。陆天笑微微冷笑，想要沾光也做得太明显了。去看看这院子里的情况都画下来。伯父伯母，伯母，你救救星儿吧。你说什么？星儿和云儿是亲姐妹呀，她怎么会害云儿呢？如今她在天牢里不知死活。伯母呀，咱们孟家本来就人丁稀少，不能再死一个了呀。你怎么知道他什么都没有做？这些年云儿带着星儿，星儿从懵懂少女到勇猛富将，我们心里都是感激的。孟家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这个道理难道我们不明白吗？伯母，上有监军，下有孟家军，云儿能够违抗谁呀？一直跟在孟启身后默不作声的孟云清，祖母，你就救救星儿吧，咱们孟府再也经不起风浪了。如果说是星儿和云儿的死有关，损伤的也是咱们孟家的名声啊。老太君只是静静地看着他，他们进来之后没有看到他的伤，没有人问云儿的事情，只知道求情。陛下让茶，并没有说是和云儿的死有关。军情记录丢失，敌国太子逃走，西岳卷土重来，问责的必定是一军主将，所以老身能做什么？伯母，如今陛下对孟家心怀愧疚，如果您和陛下说说。祖母，以后青儿和星儿要守着祖母的，伺候祖母的，孟家已经人丁稀少了。老太君只是淡淡的看着他。祖母，如今青儿在国子监读书，今年就可以下场，若是中了，必然进入官场，青儿势必担起孟家。伯母，如果星儿死了，我也不活了。祖母，星儿死了，青儿也不活了。感情是逼迫老太君来了。孟启，今日你们一家就搬出去吧。伯母，您说什么？老身不能质疑陛下的决定。如今镇远侯府无人称职，处决是一定的。何况今日还有人刺杀，老身能不能活着送云儿走还是两说。你们是孟家的血脉，老身不能连累了你们。谁说镇远侯府无人称职？父亲在，青儿也在，祖母不要多虑了。总要给孟家留下一滴血脉，老身要对得起列祖列宗，爵位是一道催命符。不，祖母，青儿一定努力把镇远侯府给撑下去。老太君并没有接话，而是对着老嬷嬷说：我记得二房当年分家给了宅院，你找人去打扫一下，今夜就过去吧。伯母，您这是何意？这个时候让我们走，您让天下如何看待我们？我们是那等没有恩义的人吗？您让侄儿如何立足朝堂？让青儿如何在国子监立足？你是真的要留下来？自然留下来，同生死，共患难。既然想要留下，那就留下吧。镇远侯府也不过是个空壳，你们不嫌弃艰苦就好。告诉陆天笑，查吧，府里都是自家人，没有什么不能查的。祖母，这是何意？锦衣卫指挥使奉命彻查镇远侯府，看看府内有没有什么猫腻。老身想着
你们早已经分家，如今一个官场，一个国子监，被查总是不好听，想要把你们摘出去。你们既然不愿意走，老身就知道你们心里是有孟家的。伯母你，大人，有人要逃跑，追！不一会儿，一个衣衫凌乱的女子捆绑着拎了过来。孟云晴和孟启掀开帘子看过去，竟然是惠娘，是孟启的小妾。伯母，这……等着吧。大人，她怀里有东西，搜。大人，好像是御赐之物。偷盗御赐之物，那是要杀头的。的确是御赐之物。江嬷嬷，你去将这些年陛下和贵人赏赐东西的记录取来，给陆大人。陆大人，老身年岁大了，膝下无人，如今云儿死了，这些人越发的放肆了。既然陆大人要查，还请陆大人帮老身一个忙，查查这府里的猫腻吧。陛下本来就让卑职来查，老太君先等着。陆天笑接过嬷嬷手里厚厚的一本册子，孟启和孟云清的脸色华丽丽的白了。伯母，如此纷乱，侄儿去前院看看云儿。孟大人，还是在这里陪着老太君吧。搜查期间禁止走动。四姐，这事儿做得漂亮。哎，世子，你让我偷那些东西给这个女人，究竟想要做什么呀？你且看戏，后面有大鱼。在那个死掉的丫头旁边鬼画符也是。你再唠叨会被陆天笑发现。就陆天笑，哼！大人，镇远侯府的库房怎么了？册子上的东西少了2/3。守护了天启几十年，几乎全部殉国的孟家，除了御赐之物，竟然再无其他。御赐之物不能卖，不能转赠，只能供着，简直是一穷二白啊！这不可能。嬷嬷，把府里开支收入账册拿来，把云儿母亲留下的嫁妆单子也拿来。伯母，先查御赐之物吧，那才是大事儿。祖母，您先去歇着，这里有父亲和我，定然不能让小人贪墨了去。孟启的妻子柳氏正匆匆赶来。老太君这是咋了？兴师动众的那些人还敢去我们的院落搜查，这是要反天啊！镇远侯府也不是软弱可欺的。陆大人，继续。老太君，怎么了？我查镇远侯府，你有意见？祖母，哪里的事？咱们镇远侯府该查。那些奴婢日久心大了也是有的，母亲只是担心这抄家一般，让镇远侯府名声有损。老太君只是笑笑。大人，嫁妆少了9成。大人，账房的账本都有出入，全府搜。小将军临前派2个人守着，整个侯府所有的人都带到荣华居来。不行！闭嘴！老爷，只要是镇远侯府，全搜。老太君，你这般是不留后路。大胆，竟敢对老太君这般不敬！掌嘴！这里是镇远侯府，谁敢？咱家敢！一个内侍上来，扬起巴掌就对着柳氏去了。柳氏已经气糊涂了，他抬起手就要反抗，孟启3两步上前，一脚踹飞了柳氏。大人，妇人无知，请大人饶恕。陛下听闻老太君被刺杀，忧心不已，让奴婢过来督促陆指挥使彻查，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给老太君一个公道。那边柳氏挣扎着从雪地里爬起来，给加点料。柳氏不表演就不精彩了。思墨，去引人。司机瞬间就兴奋了，手指一弹，就看见黄豆大小的东西直射进柳氏的嘴里，入口即化。柳氏还以为是飘飞的雪花。大人，有一部分东西在孟二爷的库房里。孟大人，您这胆子不小呀。大人，下官不知情呀。柳氏，你说怎么回事？柳氏还没有缓过神来，只是感觉胸口的怒气越来越浓郁。大人，有人翻墙而出，往南边去了。王总管坐镇，卑职去就回。柳氏，
你做的？是我做的又如何？一样是孟家的子孙，凭什么你那个好儿子可以袭爵孟起不成？凭什么孟长臣是世子，我的儿子就要低人一头？刘氏，你那个儿子死了，孟长臣死了，你小孙子死了，孟长云死了，只剩下你这个老不死的。这镇远侯府注定是我家的，我拿自己家的东西有什么错？你高高在上如何？你一门忠烈如何？不过是给我儿做嫁商，只剩下你一个孤家寡人，难不成你要带进棺材里？这镇远侯府应该是我的，镇远侯应该是我家老爷，镇远侯世子应该是我家青儿，孟将军应该是我家星儿。熬了这么些年，终于都死了，都死了，这一切都是我的。刘氏，你疯了！你怎么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？你怎么和伯母说话的？孟起，你装什么好人？你夜夜寝食难安的要我帮你筹谋，你的官场要打点，青儿星儿要进入贵族圈，哪一样不需要银子？凭你的俸禄吗？和西北风都不够。刘氏，你孟长云注定是死的，所以他的嫁妆留给星儿高价，有何不可？星儿将来可是母爷。有刺客！母亲，不去。孟起还有底牌，或者他后面还有人。王总管，嫁妆和账房的空缺都在孟起的院子里。无知妇人，无知妇人，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呀？老太君，侯府养了侄子这么多年，侄子无颜以对老太君呀！说着就往台阶上撞过去。大人，一个锦衣卫捧着什么东西匆匆赶来。什么？陆院使，你来看看。从前院赶来的陆院使气喘吁吁的过来，只一眼脸色就变了。总管，是凤隐，哪里来的？凤隐是难处的，天启无人能做出来。拥有药物的人有通敌叛国的嫌疑。大人，孟云星的珠玉阁。孟云清感觉耳朵里轰然作响，眼前一阵暗黑，完了。孟起则直接晕了过去。司机准备好。准备什么？小爷伤口崩裂，要晕。这小爷能不能让人有个准备？就这破身子，还满世界看热闹。雪夜里，镇远侯府在喧闹之后，终于归于静寂。重兵把守，锦衣卫在，府卫也在。一道黑影钻入了孟长云的房间，良久之后又出来，向着孟起一家住的地方掠去。那人似乎对镇远侯府格外的熟悉。老太君，江嬷嬷贴着老太君的耳朵，轻轻地说了几句：“鬼魅魍魉这么多，我若死了，我孟家都是白死了。”老太君，那让他找人跟着，看看究竟是谁家的狗。云儿的死，孟起一家没有那么大的能量。靖王还守在陵前。走吧，我去看看。老太君就站在门口，静静地看着穆北冥。孟长云嫁入皇家，他是不同意的。当初是太后赐婚，才有了和穆北冥的婚约。在几个皇子中，穆北冥是最不起眼的那一个。母妃只知道吃斋念佛。穆北冥虽然也有玉树临风的本钱，长得也是不错，但是他的身上总是摆脱不了畏畏缩缩的气息。封王开府之后，更是在府邸里开地种田，养鸡养鸭，似乎对于权势没有丝毫的兴趣。自然也根本没有人会注意这样的一个皇子，在意这样的一个皇子。老太君那时候想，云儿那样的性子，遇到这样一个不恋权势、淡泊名利的人，也许是好事情。
可惜呀。王爷，回去歇息吧。老太君，让我守着他吧，毕竟您年纪大了，最亲近的人也只有我了。在我心里，一直仰慕小将军，真的只是想要和小将军举案齐眉一辈子的。王爷，云儿是为国为民，我孟家儿女自当如此，她走得光荣。老太君，云儿才14岁，我不会让她白死的。以身殉国，天齐的男儿，天齐的臣民，人人应该如此。但是天齐的英雄不应该死在阴谋诡计之下。王爷，这一趟浑水你不要进来，你若安好，云儿总会安心一些的。可是我心疼云儿，老身感激你记挂着云儿。回去吧，是云儿无福啊。也好，我回去收拾一下，天亮再来。云儿，我且回去，一会儿就来。银白的雪地上，穆北冥的身影很快就消失不见了。祖母。老太君抬头看着他，静默无语。孟启是一家之主，被带走了，他院子里的奴婢都被带走问话了，孟云清却是留了下来，是为了死去的柳氏。我守着云儿吧，您去歇歇。青儿，你恨我吧？祖母，我应该怪谁？都是咎由自取，只恨我没有早知道，早阻止，才闹到今天的地步。你看过云儿的尸身吗？大长公主和陆院士在，收敛的时候我避开了。江嬷嬷，让青儿看看她的妹妹。小姐的头是被割下来的，身上刀枪长剑，伤口89处，整个腹部没有一处好的皮肉，那就是从小姐身上拔下来的。云儿还中了毒，是凤饮，先是不能生，渐渐掏空身子死去，所以陛下让锦衣卫指挥时先查侯府有没有问题。孟云清的脸色惨白，不知道是因为听了他们的话，还是因为看到孟长云的样子，所以今日搜查镇远侯府势在必行。皇上想要知道镇远侯府的底，他也想让皇上放心，但是你母亲的死不在我的预料之中。你可知你母亲还得罪了什么人？青儿不知。好孩子，去守着你母亲吧，明日里锦衣卫还要来问话的。老太君挥挥手，让人带着孟云清走了。人走了吗？走了，快马加鞭，今夜能到，天亮估计就能回来。老太君，那个黑影去了庆王府。你说什么？良久，他才沉沉说道。跟着，寂静的京城的夜突然就喧闹起来，满大街的官兵。庆王遇刺了！遇刺了！那个黑影进入庆王府没多久，穆北冥就遇刺了。人呢？听说抓到了刺客。云儿一死，王妹王两都出来了，他竟然有点看不清了。世子爷，庆王遇刺了。哦，抓到了，却在顺天府带走的时候，路上被人射杀。直接说你的发现。穆北冥一直守在小将军的灵前，后来老太太让他回去休息，他在自己的房间里遇到翻找东西的人，然后被刺了一剑，现在生死不知，太医院已经去人了。那个死掉的刺客呢？身份还在查，不过属下知道那个人先是在镇远侯府翻找一番，然后才去了庆王府。景亭没有说话，良久。孟启被带走了。带走了，不知道盛世子和老太君说了什么，老太君竟然精神起来了，手段当真是雷厉风行。盛长哥一直都在侯府。好像一直在屋顶上看热闹，后来好像是晕了，被背走的。他做了什么？
中途他身边的人似乎故意出去一趟，把锦衣卫引向了孟启的老宅子。孟家的事情盛长哥是怎么知道的？而且知道的这么准确，似乎这些事情都是在他的操控之中。孟云星的朱玉阁发现了2瓶凤饮，那2个人只是说拿人钱财办事，具体的都不知道。凤饮是难除的秘药，寻常人弄来一点都不容易，何况是2瓶。孟启和孟云星真的有这个能量。世子爷，该洗漱上朝了。世子，奴帮你洗漱。话音落，景亭眉眼一沉，冷冷地扫过听风。扔出去。一个命令，一个动作，下一秒那个美貌的女子就被扔了出去，而官袍已经被听风拿在手里，并且用软毛刷轻轻地扫过官袍上被女子碰过的地方。景世子，奴可是陛下送来的。下一秒凭空出现2个侍卫，拎起女子就走。啊，你们要做什么？暮雪被人下药了，让他自去领罚。景亭闻了闻自己的官袍，确定是熟悉的味道，没有异味，这才抬步往外面走。让人刷了他碰过的地面，还有门。听风嘴角抽搐，他不知道自家的世子是不是真的有毛病。女子不能靠近3尺之内，他的房间都不能进，哪怕是暮雪也只能送衣服到门口。这个陛下送来的女子是妥妥的找死啊！如果盛长哥来了，不见。听风不以为然，盛长哥倒是经常在景王府外转悠，一次也没有进来过，倒是被王府里的狗追着咬了几次。朝堂之上，皇上震怒，荆棘重地，一夜之间老太君和庆王同时遇刺，而死了的杀手7拐8拐的关系竟然查到曾经有兄弟在东宫做事，而景亭送上的2个刺客虽然说是孟启指使，但是隐隐也指向了太子。3朝之后，景亭被留了下来。景亭，你怎么看这些事情？陛下，你想，如果老太君在这个关口死了，谁最能得利？孟启的动机倒是存在的，但是穆刚不认为他有这个胆子在这个时候跳出来，毕竟他的女儿还在天牢里。而庆王府的那一个，今早也有传言说，昨夜有人在镇远侯府找东西，后来庆王回府，又在庆王的寝室里出现过，在翻找东西。他在找什么？凤隐为何出现在孟云星的朱玉阁？找什么？他自然知道找什么，那就只有孟家军了。无人知那3声信号弹的意思，但是他知道，孟启想要的也许是爵位，但孟家军，孟启吞不下。查，彻查。景亭转身，缓步走出大殿。景世子，恒王，本王要去看盛世子，听说他昨夜因为重伤吐血昏迷了，还要去吊唁小将军，不如一起。陛下让我去天牢问讯，暂时去不了。穆北庭目光悠悠地盯着景亭的背影。世子爷，你确定要从这里上去？自然。思琪无语，这位祖宗一觉醒来，非说思燕的药好，他已经大好了，非说要去见见景世子，问问他为何要抢了他的人。见景世子就见，咱不能走大门让侍卫通报吗？你以为小爷我没有去过？那厮放狗咬我，你知道吗？那条狗整整追了小爷8条街。景世子不至于不讲理，你是做了人神共愤的事情吗？不就是想要摸摸他的脸吗？真是小气，摸一下又不会死。你一个男子去摸另外一个男子的脸，还如此的理所当然，真的好吗？国公爷知道吗？你确定要上去？自然，我的手对景世子的脸有执念，摸景世子是我的毕生愿望。你是不是有办法？成功了，我请你去明月楼吃大餐。思琪翻了个白眼儿，拎着盛长哥的衣领纵身一跃。这么厉害，嘿嘿，老头给的人就是好用啊！回头奖励你香肘子。盛世子，下来呀，我等着呢。小爷，我找你家世子爷问点事。
我家世子上朝未回来，不似盛世子这么清闲，不如进来道。司机，我们走，去明月楼吃狗肉，全狗宴。盛长歌幽怨地坐在马车上，街上三三两两的人都在谈论孟长云，谈论昨夜的行刺，谈论孟起的狼心狗肺。明月楼的门下，马车停下，盛长歌一脸的笑容。哎呦，盛世子，您没事吧？昨日可是吓死个人了。没事没事，就是有事。明月楼的酱肘子也把我的魂勾来了。甄掌柜，一日不见，你是越发的风姿绰约，勾人心魄了。哎呦，盛世子的嘴呀，就是骗人的鬼。唉，这年头，实话实说都被嫌弃啊，好人不容易做啊。哎呦，上楼上楼，雅间一直给你留着。世子若是不嫌弃呀，甄娘倒是可以抱上去。哼，最是销魂美人恩，抱。楼上楼下的人立刻都笑了，有盛世子在的地方总是欢笑多。盛世子，昨天摸到景世子了吗？掉入景世子怀里算不算？不算。切，小爷我会努力的。明月楼门口的马车里，景婷的脸一片黑沉。世子爷，在这里吃吗？景婷冷哼一声，她的官袍已经换下来了。他们是从另一边的专用通道直接上了2楼的雅间。盛长哥，小爷我没找人杀你。盛长哥还没有坐下，裴森黑着脸从外面进来。小爷我没找人杀你。知道啊，你虽然会打架，但是你怂啊，没胆子杀人。嘿，你说谁怂？哟，裴国公，您咋来了？裴森哧溜一声钻进桌子底下。你丫的不要说小爷在这里。盛长哥拍着桌子哈哈大笑。盛长哥，你信不信我？裴森脸色涨红，看着盛长哥病恹恹的弱鸡模样，悻悻地收回手。最好的酒菜来一桌，他爱吃的。养好你的小身板，别让小爷以后没人打架。说谁小身板呢？小爷我只是年纪小，不像你老的满脸褶子。谁说满脸褶子呢？小爷我也是玉树临风，天人之姿。比景婷如何？我们正常人能和景婷比吗？你比得上景婷吗？比不上。你说景婷不是正常人？男女都不能靠近3尺之内，你感觉她是正常人？景婷整天捧着书本，14岁那年捧回来当年的文状元。你说我要是今年下场也捧回一个文状元，是不是站在和景婷同样的高度让你们仰望？你确定那支长箭是射中了你的胸膛，而不是射中你的头脑？他们是勋贵子弟，想要做官也无需下场，所以无论是国子监还是精卫武学，勋贵子弟大多是找个地方待着。你不会真的想要下场？难道你忘记自己因为去阉柳巷被国子监赶出来了？知道，和你一同被赶出来的。说实话，你这般不正常，是不是为了去摸景婷的脸啊？我的手对景婷有执念，一看到景婷就手痒痒，不摸就感觉对不起自己。切，就你！裴森不信，冲着明月楼的大堂叫道：盛长哥为了摸景婷的脸，决定今年下场去考文状元。不是啊，裴森这小子和我不对付，坑我。裴森控诉地看着盛长哥出尔反尔的小人。盛世子，我们挺你。不行，我不行，你们不要起哄，爷爷会打得我屁股开花的。盛世子不怕，世子城门口一番话令人热血沸腾。老朽精卫武学教授，世子本来也是精卫武学学生，本教授推荐世子下场。